张起灵在寻找自己记忆的过程中，进入了隐藏在西南深山里的张家鼓楼。据说，这是他家族的祠堂，其中有他记忆的线索。张起灵前往该处的地下山洞进行探险，已经失踪数日。我和胖子前去救援。 暂时安全。田震，接口。胖子，打个对讲，里面可能会有信号。得嘞。小哥，小哥，能听到吗？我是吴邪，我和胖子来救你了。张起灵，听到回话。小心点！我在爷的笔记里看到过这个，古人会用玉璧来圈养一种叫做密扎陀的动物。这里很危险，赶紧走。我知道。走吧。 张家鼓楼终于到了，真不容易啊！张起灵，走吧，是死是活都得亲眼看见。 这不是大哥你说的话吗？张家鼓楼，小哥家的祠堂，开开眼。哎，这地方。 到处都是白色的灰尘。这楼很大，我们先找找，看看有没有小哥的痕迹。张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族？胖子，啊，脚印往这边来了。胖子，
这里的脚印乱了，他们在这里应该遇到了事情。这里到处都是打斗的痕迹。哟，大猫咪的爪印啊！看这些打斗痕迹，小哥肯定参与了。这么离谱的身手，也只有小哥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是密扎土！射他！用弩箭射他！快走！这有东西化了。有什么结论？小哥带的人不少，但是他受伤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快点走！啊！你说清楚点啊！我说你。这边没有脚印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打成这样，脚印全团一块儿了。小哥的脚印我能认出来。哎呀，来吧来吧，给个脚印看看吧。胖子，啊，到。不会在这里的。全是什么？应该是张家收录的古籍和卷宗，记载张家历史的。这么多房间都放满了，这张家得是个多大的家族啊！等找到小哥了，可得让他来给我们好好讲讲。
那一刻，我看到了张家鼓楼的内部全貌，我无比的惊讶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张起灵家的祠堂是这样的？我发现我对张起灵一无所知，但我不知道的是，接下来我将遇到的事情，才是我这一生的噩梦。这脚印到这儿就没了。天真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啊？完了！什么情况？可能是我们打的信号弹点燃了木地板。都跟你说了，让你小心点。那能怨我吗？那还不都是因为你刚才……刚才有这个吗？这装备是小哥他们队友的，他应该是从上面掉下来的。找到他们了。胖子，拖一把。胖爷，我老了，这回换你在前面。来了啊！这么凶险的事儿，咱俩没陪小哥一起来，现在成这样，搞得好像我们不讲义气。小哥呢？
胖子，胖子，小哥，小哥，醒醒，小哥，醒醒。 谢谢。你根本不了解他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装什么装啊？ 根本不了解他，你知道他是谁？你装什么装啊？你根本不了解他，你知道他是谁？根本不了解他。你装什么装？你根本不了解他。了解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了解。你根本不了解他。我了解。 小哥并没有死，他通过给自己放血降低了自己的心率，从而活了下来。但他在张家鼓楼里，并没有完全找到自己的记忆。我们把他救出来以后，本以为我们会一起去寻找他的记忆和过去，但没想到，他为了去解决一个本该由我来解决的巨大麻烦，必须离开10年。 这里面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必须有人进去解决。10年之后，如果你还记得我，你可以回到这里，也许你还能看见我。 10年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本应该去守门的人，其实是我。他隐瞒了真相，代替我去经历10年的折磨，我无比的内疚。我下了决心，在这10年里，我也要做一件事，我要替他查清他失去记忆的原因。我希望能再次见到他，了解他的秘密。 小哥临走前留下的这串珠子，是我现在唯一的线索。我知道事情没有那么容易，但有些事情，即使再不容易，也必须去做。这种视频很常见。秀秀，你看一下这是什么？ 这个珠子是一种有机宝石，一般我们称它为月光石。它本身的韧性能使微雕刻得特别清晰。为了隐藏信息，通常会把信息刻在这个穿孔处的四周。你别看它好像有什么磨损一样，其实上面留有一些隐秘的线索。是一只蝎子。蝎
蝎子在传统图案里有很多隐含意义。能帮我查到这个图案的来历吗？放心，网络、报纸、托人，一切能想的办法，我都会帮你找的。这个图案一定有意义，我有一种预感，它是一把钥匙。我做珠宝生意的，太漂亮了吧！多少钱吧？谁呀？这种珠子我在我姥姥家就捡。楼上不要小声，在明春一带见过差不多的石头。他哪来说的不是蝎子，居然不认识这只饲料。楼上见多识广啊，交个朋友吧，相逢即是缘。确实没见过这种珠子，不是天然材料做的吧？这些年的每一个线索，都是死胡同，或是被捉弄。没想到，最重要的线索，又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。小三爷吉祥！滚！哎，三爷，小三爷，这脾气这么多年，怎么就一点不变呢？金万堂，你少废话啊！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会卷入到那么多荒唐的事情里面去吗？趁我还没想动手之前，赶紧离开我的视线。哎，三爷有信物，有信物！金万堂因为蝎子珠而来，似有重要线索。我已听过一遍，真假莫辨。你也暂且听他一说。我处理完这里的事情，立刻前来与你商讨。嘿，小三爷讲究啊，还把酒给备上了。咱俩长话短说啊，花儿爷那边财大气粗的，相信已经给你付过钱了，就不需要我再付了吧？小三爷，您要跟我提钱，我现在立马就走。哼。我看您登报搜寻那个蝎子图案的背景，您不觉得那个蝎子图案特别古怪吗？我要没说错的话，那应该跟姓张的小孩有关吧？您看看这个，这是一个姓马的财主的后人，在家道没落的时候拿出来甩卖的，正好让我一线人给看见，觉得这珠子不错，拿给我，想让我给他卖个高价。我一看，跟你那珠子一模一样。这孙子当时为了渲染这珠子的价值，还给我看了一本他祖父的回忆录。这里面记载的这么一个故事。带上来。他祖父叫马平川，马鞍村的土豪，在村后头有一座山，形似武曲。这武曲不是得财吗？这马家一想，就把这座山给占了，把祖坟也迁过去了。就在那一年，这座山上发生了一件怪事。什么情况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什么情况？怎么全部都黑了？马平川当时就觉得这地方有问题，要把后山的祖坟迁走。但就在迁坟的时候，往下挖了10几米深，您猜怎么着？愣没挖着棺材。不仅如此，方圆百里的植被都枯死了。经过一番彻查之后，马平川发现，所有棺材不见的祖坟全部都集中在植被枯死的地方。老祖宗保佑！老爷，不好了！来，让！老爷，谁干的？老爷，这不突然就成这样了？你看这些花草，还有这地面，跟后山的颜色一样，莫不是家里遭了什么不干净？胡说！这是装神弄鬼！装神弄鬼！啊，是。
老马家戒备森严，密不透风，那小孩竟突然出现在他家的房顶上。来人！老爷，哎，快把他弄下来吧！我知道你们的棺材都到了什么地方。那个凭空出现的小孩把马平川带到了后山，马平川往那小孩看的地方一看，竟然吓了一跳。蝎子，这怎么回事？这片区域的地下有一座很多年前被泥石流所掩埋的城镇废墟。你看到的范围就是这片废墟的范围。这座城镇被修建成了诡异的蝎子形状。这里的草之所以会枯死，是因为当年在修建这座城镇的时候，铺设了一种防御机关，一旦有人进入，就会触发开关，导致机库里的毒气大量流失蒸发。一夜之间，地表上的所有植物都会被毒死。小子，虽然我听不太懂，但是你别蒙我，难不成你有透视眼啊？因为我就是那个下去的人。地下的这片废墟，把你们祖坟里那些棺材都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难不成这片废墟还是活的？你如果掘开那里很深的地方，就会发现，所有的棺材全部都陷进了这片废墟的外墙里，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了一样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需要知会你一声。这里方圆几十里，再过几个月必然寸草不生，这片区域内的所有人都将不得善终。小子，你别耍我！老爷，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我在废墟中看到过你家的棺材，所以来知会一声。我希望你在1个时辰之内，帮我做2件事情。第一，准备一把短刀，重6斤，封灯油芯和碳粉一袋，并想办法封死废墟里的几个窍口。第二，在这片区域的边缘，取5丈长的竹竿，灌入石灰，敲入泥中，只留1指，越密越好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如果7天之后我还没有出来，这封书信，请你帮我寄回我的家乡。老爷，老爷，东西别洗了。小兄弟，小孩走了，再也没回来。后来马平川派人到小孩给他书信上的地址，发现那是一座巨大的宅院，但已经人去楼空，没人知道那小孩到底去哪儿，也没人知道那底下是否有一个楔形的废墟。马平川说的这个小孩是小哥吗？必须是啊。马鞍村这个地方现在还在吗？必须在呀！当时他们已经把那枯萎的地方挖下去了，并没发现所谓楔形的废墟，只找到这些玛瑙珠子。后来马平川突然决定举家离开马鞍村，去了尼莱斯。尼莱斯？对，境外一小国，具体来说是去了尼莱斯的首都德加，莫桑雪山附近。我一线人前2天刚从那儿回来，亲眼看见在他们家门口堆了很多祖上留下来的物件，正在低价甩卖呢。那种珠子也不少，都是好东西，是吧？行啊，给我个地址，有时间我过去看看。小三爷，唰，
说到这儿，咱终于说到主题上了。您要是去，带上我呗。咱这轻车熟路的，能帮您还个价。以咱俩的财力，再加上您的感染力，我帮着您，咱做一把。金文堂，还是想尽办法诓我入局是吧？哎呦喂，我的亲爷爷呀！您怎么里外面不分呢？咱俩是一头的。三爷，小三爷，您这闹的是哪一出啊？我就想挣点钱，我向您发誓，我要蒙您，铺子烧光，一辈子收不到好东西，这行了吧？你现在是真敢说呀？把我给诓到国外去哈！我人生地不熟的，让人给抹了脖，谁给我收尸啊？您还是赶紧走吧，我走了。三爷，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。我一线人，在他们家门口拍到的，这能有错吗？这回真冤枉你了。行行行，你也别叹气了啊，咱俩一块儿去。啥时候走？身份证带了吗？订票，咱俩先飞到边境城市，再想办法出境。那这事儿，咱就这么定了。就这么定。订好了票，第一时间给你信儿。得嘞。老板。哎，王某在哪儿呢？在家。休假取消，立刻回来上班啊！老板，我好不容易才攒够假期，你就让我在家打打游戏嘛。金万堂来了。啊？那个老混蛋跟你讲个故事，所以你就要跟他一起去德家。我怎么觉得这肯定是个骗局啊？你都看出来了，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那你可更不能去了。去，我肯定会去的。到现在为止，这是唯一和小哥有关的线索。我要了解小哥的过去，就要去到德家，找到马家的后人。我行李已经收拾好了，身份证你千万收好啊，别让金万堂找到。还有。早点回来，拜拜。Sir, excuse me. I have a question.
哎呀，欢迎光临啊！这位老板，你想要点什么呀？啊，老板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下，就是马路对面那一家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吗？马家？你认识啊？你是他什么人呢？你找他干什么呀？其实呢是这样的，我呢在梧州也做一些古玩的生意，然后从马家这边订了一批货，整个的货款全都已经付清了，但是前一段时间给他们打电话就死活联系不上了，然后我就亲自得过来一趟，谁知道已经人去楼空了，所以您知不知道他们去什么地方了？麻烦您能告知一二。你也被他们给坑了？是啊，哼，这帮混蛋，他一直差我很多钱，这临走了算是良心发现了。没偷偷的走，把他家那些古董啊全抵给我了。那这么说，就这些东西，还有那个镜子，全都是马家的啊？那您倒好，还挺幸运的，至少收回一些成本。您看我这，那麻烦您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去什么地方了，我也好去找一下我的债。我听说他们全家全部迁到那个莫桑。对对对。这马家生意好的时候啊，经常去那个地方进货。哦，我可听说了，那个地方的古董特别便宜。只不过我这岁数大，我这身体不好啊，不然我真想去那儿收点货。现在这古董生意啊，太难做。那行，谢谢您了啊，祝您生意兴隆。喂，王某，老板，把店里面的资金整理一下，全都打到我账上来。我要去一趟莫桑。不是，老板，铺子已经没钱了。再说你不是去找小哥的线索吗？怎么又要去莫桑啊？这个姓金的狗东西，果然是把我给诓了。马家早都人去楼空了，但是还好，我发现一点新的线索，所以我要去一趟莫桑，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商机。老板，要不你还是赶紧回来吧。铺子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水电费都交不上了，哪有资金啊？你是老板，我是老板啊。赶紧把店里面的货抓紧出一下，这2天就在店里面，别出门，等着我把货给你邮寄回来。拜拜。哎。我在这边收了一些古董。那马家和小哥的消息呢？什么都没打听到。哎，你等一下啊。啊。我旁边有一个邮局，等一下这边打包好了，我就给你寄回去。顺便的话，你再给我订一张机票。哦，好。OK， 好，拜拜。老板，我去一趟旁边邮局，你帮我打包。好的，好的。您好。好。编好了，梧州。
您好，哎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幅油画是谁画的？哦，陈小涵。啊。我想问一下，这幅画是您画的吗？您认识这个人吗？你问这干什么？他是我的朋友，我一直都在找他。你认错人了。这幅画的原版是几十年前画的，那时候你应该还没出生吧？原版？这是您临摹的，原版在什么地方？我就是在那儿看到这幅画的。要想知道更多，可以去问问那儿的修行者。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吉拉修行场，我就是在那儿临摹这幅画的，300块，我带你去。啊，这个修行场不是本地人进不去的。当地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或者那座修行场有什么特别之处？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。唯一奇怪的是啊，那些修行者一定要让我临摹这幅画啊！为什么呀？修行者能看到因果，他让我画我就画，也没有为什么。他能看到那幅画以后的一切，我又看不到。我只知道，那个人是这个修行场里的上宾。那幅画的原版是一个大修行者在这个人离开莫桑之前画的。有位贵客找于达老师。好，你随我来。谢谢啊。贵客，把门关了，进来吧。
师您好。贵客，你从哪儿来，有何贵干呢？我从梧州来的，想来打听关于一幅油画的事情。油画里边这个人是我的朋友，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贵客，一定合你的口味。谢谢。是梧州的茶。您早知道我会来吗？啊，这个茶是别人赠我的，你能喝到这个茶是种缘分。哦，贵客从何而来？有何贵干？梧州，我从梧州来的。啊，油画里边这个人是我的朋友，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你能喝到这个茶是种缘分，就像你能看到这幅油画。所以，您是知道他还是不知道？老师，老师。张起灵，你的朋友是张起灵？对，张起灵是我朋友。您知道关于他的事情吗？能讲给我听吗？我第一次见到他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。贵客从何而来？我从山里来。贵客是从山对面的村子里来的吗？不是，是那儿的深处。贵客开玩笑的吧？怎么会有人从悬崖上？为何在我们门口停留？这里暖和，我取一下暖，马上就走。
里面更暖和。要不贵客进去休息一下，喝一杯茶吧。好。贵客，这边走。你们修行场里是不是有127间房间？劳烦你，能让我去每一间都看一看吗？请随我来吧。我记得这里，很久以前，我应该来过。我好像在这儿的某个房间里，为自己留了什么东西。我们找了一个又一个房间。起初我对他的话还有些怀疑，直到来到了那个房间时，我才确信，他的确曾经来过这里，而且比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地方。这是谁？所以那个尸体是谁呢？老师，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您刚才说到有一具尸体，那个人。我想起来了，他说那个人是他一个朋友。这是德仁，是我的朋友。想不到死在了这里。德仁？我们修行场没有这个人啊。请你整理一下这里，让人好好安葬德仁。我要在这里住下来。这个突然出现的修行者德仁，让我相信张起灵一定和这里有着某种特别的联系。我查了资料，
发现了一个更诡异的事：从修行场建成开始，每一代修行者中都会有一个叫德仁的修行者，一直到这一代，德仁这个名字才在名册中消失。每一个德仁都会收一个叫德仁的徒弟，似乎德仁这个名字对修行场有着特殊的意义。每一代修行者中都必须有一个叫德仁才行。变成干尸的德仁，应该就是最后一任德仁，但他为什么死在了那间房间里，也没人发现，而且也没有徒弟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里真的是一个普通的修行场吗？我开始怀疑。那个时候，张起灵已经在修行场里住了下来。为了解开疑惑，我找到张起灵，没想到他也不知道。他告诉我，他有一种病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忘记之前所有的事情，脑中只有一些碎片。他一直在寻找这些碎片的答案，想找回自己的过去。经过努力，我们终于拼凑出他很久以前来到这里的部分记忆。很多年前，他正准备进入雪山之中。他在进入雪山前，和最后这一任德仁做了一个约定：不久之后，他会从雪山中带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出来。但他回来的时候，很可能已经开始遗忘这些秘密，他的思绪会变得极度混乱。我会再回来，静候你的归来。所以德仁要在修行场里等待他，等他回来，他会把在雪山中发生的一切，在忘记之前全部说出来，但可能全都是碎片，需要有德仁记录整理下来。张起灵从雪山出来以后啊，德仁已经过世了，他都没来得及找一个继承者。张起灵也许是担心自己将来会把现在仅剩的记忆碎片也忘了，所以啊，遇见我之后啊，就让我暂代德仁的工作，就把来雪山的原因告诉我了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老师，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哎，晒得太硬了，嚼都嚼不动。他跟我说了很多，但是过了这么久，我不记得了。拜托您一定好好想想，拜托拜托。那个德仁死了以后，我暂代了他的工作，把我记录和整理的他的那些记忆卷轴保管起来了，就在他房间。你要是想知道的话，你就去他房间。这就是张起灵的房间，卷轴就在房间里，你自己去看吧。